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首播收视夺冠，肖战杨紫联手救市爆款，甜宠剧有天花板了。等待这个词很迷人，让人充满无限期待。如果现在你告诉我有个人在等我，我会觉得很暖心。5月25日，由肖战、杨紫主演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开播了。这部时隔946天的剧终于和观众见面，仅看前期预告与路透就知道这部剧很甜。肖战与杨紫，一个是素人出道的非科班顶流，一个是年少成名久经沙场的当代小花，缘分仿佛就如《余生》里的男女主人公，从没有交集到相互治愈。等待的日子结束了，两人已从青葱岁月走向而立之年，从初遇任男友走向往后余生。他们两人搭档，颜值这一块完全不用担心，观众也看得舒心，即便播出之路坎坷也照样有吸引力，这就是余生的魅力。除了肖战与杨紫这两位高人气演员外，还有国家级演员刘顺刚以及韩剧《爱上女主播》的配音演员夏志清，两位各自专业的实力派，光看演技和听台词就知道余生不简单。不仅如此，还有翟子路、马瑜杰、李莫尘、李云瑞等众多青年演员加入，期待值拉满。仅看这演员阵容与原著作者柏林石匠就已经是爆款，因为他们就代表了实力和影响力。果不其然，在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首播第一天，实时收视率就破 0.6 百分符号加，德塔文电视剧景气指数 2.0， 猫眼热度 9759.41， 累计播放量 5.25 亿，相关话题阅读量累计 76.5 亿，成为同时段卫视频道和网播剧的第一名，同时微博剧集影响力一决其成。这就是余生的厉害之处。谁能想到，在这漫长的22704个小时里，观众的热情从未却步，首播就成为年初爆款剧，登上了冠军的宝座。不得不说，肖战与杨紫就是最扛剧的青年演员，一出手就演出了甜宠剧天花板的高度。不知从何时起，甜宠剧成为了主流，前有迪丽热巴与杨洋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后有任嘉伦与白鹿的《周生如故》，两部作品都很治愈，让观众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杨洋被反复爱上，任嘉伦也没能逃脱，孤独的前半生也渐渐有了诗和远方。便有观众直言，任何年龄段的男女无论何时都会掉入甜宠剧的陷阱中去，甜与宠本就是余生的治愈。作为甜宠剧的代表，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与《周生如故》，哪一部不是靠着女主甜男主宠走进余生的？哪一对不是观众心目中的完美情侣？而余生就是要这样的甜宠，且这个甜宠是现实里的真情流露，不是演绎。所谓的甜与宠，就是指孤独的生活中有一个人打破你的规则，闯进你的世界，让你开心、生气、流泪、心疼，影响你的情绪，改变你的轨迹，深陷你的内心，让你有余生的冲动。就好比冬天里的阳光，一般人感觉到的是冰冷，但阳光已经悄悄地在给予你温度，让你慢慢的变暖。在余生的角色中，这种感觉就被带入了。所以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甜宠能治愈余生。看了余生后，只能说肖战与杨紫这组合选对了。这部剧讲述的是音乐系大三学生林之孝因父亲生病住院，与父亲主刀医生顾魏邂逅并相爱的故事。任男友装生病，印象差，说白了，这也是甜宠的一贯路数。但是这部剧很自然，完全融入了现实情感，打破了原来的固定模式。不仅如此，小剧场的创新还将男女主的甜宠值提升到新高度。之所以甜而不俗，获得如此不错的成绩，要归功于4点。第一，演技在线。在余生中，林之孝父亲否定他的梦想，
两人争吵时的林之孝心里的那种委屈、不理解的语气、面部表情的变化，都不自觉地将观众情绪调动、共情式的演技诠释出来的悲伤极具感染力。对于这类哭戏，杨紫都是信手拈来，从未让人失望。杨紫演过的剧很多，对于每部剧的尺度都要精准把握，余生也算是一个全新的挑战。但事实证明，她摆脱了前作品的傻白甜人设，而肖战从《陈情令》《狼殿下》《斗罗大陆》到《王牌部队》，再到如今的余生，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课程培训，对于哭全靠与角色共情。但奇怪的是，肖战从手术室出来那刻就带着心疼的感觉，对情绪的控制拿捏准确，没有任何表演痕迹，每一个表情都很自然。压抑感更不用说了，在卫生间洗手的那一段，无论是面部的表情，还是眼含泪水的眼神，一下就能让观众相信他真的恐惧。最让人心疼的还是拿手术刀手抖的画面，有那么一瞬间就觉得他真的是把角色融入了身体，那种害怕不敢直面心魔，却又不得不尽力挽救生命的痛苦。肖战将顾魏这个角色演活了，与心魔的对抗，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成了他演技的新突破。对角色专心打磨，表演力度拿捏精准，即便是小细节也照样力求完美。第二，原声台词很赞。除了演员们的演技，值得一夸的还有这部剧的台词功底，每一个发音都能引观众共鸣，吐字清晰，掷地有声。简单点说就是播音腔。比如开局杨紫的原声独白，一开口就直接往人心里钻，甜甜糯糯的夹杂着一丝沙哑，暖暖的幸福感直接拉满，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爱情的粉红色。这种沉亲式的声音，让这个角色更加饱满。还有肖战磁性又带着几分凛冽的声音和顾魏高冷的气质绝搭，和病人说话时带着几分体贴和柔情，和林之孝斗嘴时又带着几分冷硬和腹黑，情绪拿捏非常到位，很有辨识度。首播仅2集，但像这样的耳朵听了能怀孕的时间还很长。第三，剧情贴近现实，不把观众当傻子。剧中有不少偶像剧的元素，偶像剧的通病就是浪漫的背后缺乏逻辑，但是这部剧似乎在有意避免。男女主初次见面是在酒吧，女主为了躲避父亲，拿着男主的风衣藏了一下。按照以前追剧经验，我以为女主倒下去的时候会跟男主亲上，后来发现这部剧没有，而是保持安全距离。当女主撒谎说顾魏是她男朋友时，我以为他们会开启一段浪漫故事，没想到顾魏直接否认了，然后解释误会。这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吗？第四，小剧场真实不做作。余生最吸引人的还是剧尾，完全是现实版小情侣的打闹日常，而并非是剧中男女主回忆拼凑。两人的台词对白，女友视角的录制，没有处理过的声轨，那种天台上呼呼的风声，就像真的在恋爱。将余生聚焦于镜头，这个角度颇为新颖，同时也足够治愈。两人戏里戏外斗嘴，日常承包了甜点与重点，像极了一对冤家，彼此有还不完的债。肖战与杨紫完美诠释了这个词，看完前2集不禁感慨，原来甜宠剧还可以这样拍，甜而不俗，甚至还有点真香。